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亮10分之政论天下，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4年1月21号，礼拜天。咱们呢，按照惯例做一个直播聊两个新闻之后呢，就进入互动环节。大家有什么高见或者问题都可以贴在留言区啊。付费会员的问题呢，还是会优先的讨论。今天咱们聊三个新闻啊。第一个新闻呢，就是1月19号这一天，3000万微信的这个账号呢，被一夜之间封杀。这次封杀的一大特点就是并非封杀政治言论啊，而是因为人们对自己的经济状况不满。这个呢，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现在时代不一样了，人们已经不可能像3年大饥荒时期那样，即使饿死也不造反。那经济危机的话，它是会演变成为政治危机的，这个呢才是习近平让国安部和公安部去管理金融的原因。今天聊的第二个新闻是一位在油管上拥有200多万订阅的大网红啊，这个李永乐呢成了北京市的政协委员，然后他马上就提出了一个提案，这个提案呢就是要求这个加强对大 V 的管理和教育。这次去台湾呢，我参加的这个观选团呢，就是一个网络大 V 的观选团。现在确实是这些网络上的自媒体的影响力呢非常大啊，比这个传统媒体呢还要大。而自媒体呢，也确实是良莠不齐啊。但是呢，这个李永乐所说的管理和教育，是为了让自媒体释放更多的在中共看来的正能量啊。我的感觉就是说，大陆这些网红可能很快就要被中共收编了，中共就有可能这个把他们通过网信办呢，或者是这个广电部啊什么之类的，就把他们给管理起来，这样的话，等于是他们可以像这个官方的所谓的主流媒体一样，去释放那些正能量，就是在中共看来的这个正能量。那么最后想说一下关于德桑蒂斯退选的这个事儿哈，目前呢，川普拿到了爱荷华州的初选胜利啊，拿到了51%的选票。那么接下来两个候选人，一个是德桑蒂斯，一个是黑利，分别拿到了21%和19%的选票。那排名第4的 Vivek Ramaswamy 拿到了7.7%的选票。他们跟川普之间的距离都相当的远啊。那么现在德桑蒂斯呢和 Vivek 都已经退选，估计黑利退选呢也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我们一会儿会分析一下，就就是那个 Iowa 哈，这个爱荷华州的选举对川普来说为什么既重要又不重要？在今天正式讨论这些话题之前呢，请干净世界上的观众点赞关注，油管上的观众呢就请您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在说第一个新闻之前呢，我们还是先进一段这个工商服务信息啊。很多专家解释呢，吃鱼油主要是为了补充人体必须的但又无法自身合成的 Omega-3 这个脂肪酸。那么这个市场上现在最优质的深海鱼油呢，这个 Omega-3 脂肪酸的含量呢，大概占20%到30%。但是呢，有一款植物鱼油，它的 Omega-3 的含量竟然高达61%，而且不含任何的添加剂和化学的成分，所以它对于这个人体的这种帮助呢，远超深海鱼油。这个就是本期节目的赞助商普瑞堂的100%纯素的植物鱼油。经过研究发现哈，就是马齿苋呢是蔬菜中 Omega-3 脂肪酸含量最高的，紫苏籽则具有抗过敏的作用，而且不含胆固醇，是提取 Omega-3 的最佳原料。那普瑞堂100%纯素的植物鱼油呢，就是由纯天然无污染的马齿苋和紫苏籽为原料，经过低温萃取，合成了这个植物鱼油。除了 Omega-3 含量高之外呢， Omega-6、7、9的含量也高达90%以上，就加上这个 Omega-3 哈，它更容易被人体吸收。这款植物鱼油天然纯净有效，对于清血管、降三高、降胆固醇、消炎抗菌有很好的帮助的作用。除了植物鱼油之外呢，普瑞堂还有玄宝黑参。这个黑参呢，在抗疲劳、抗衰老和提升人体免疫力方面也具有特殊的功效。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然后呢，输入我的专属会员码 TL2023，就可以享受全球的免费的邮寄了。那么咱们现在呢，就回过头来开始说第一个新闻啊。这个中共呢，公安部已经在这个就是网络上呢发表了他们的通告啊，他们要把2024年呢列为打击整治网络谣言专项行动年。中共的网信办也在2024年提升了所谓清朗系列专项行动的这种征求的意见。现在呢，舆论比较担忧的就是今年的网络风控呢会更加的疯狂，这种担忧在1月19号的时候变成了现实。在一夜之间呢，就有将近3000万的微信账号被封锁。很多人被封的人哈，他也是一脸懵啊，根本就不知道被封的原因到底是什么。那我的感觉呢，其实就是跟 A 股大跌是有关系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 A 股在过去5天以来的这个指数的走向哈。那么在
1月18号的时候呢 ，A 股跌穿了2800点啊，来到了2771.79点。虽然在1月19号有所回升，但是呢，就是这个 A 股跌破2800点，还是引起了很多网民的震动啊。那么，等于是 A 股的表现再一次刷新了大家对中国经济的认识。如果说大陆还有什么指标更能够反映经济现状的话，那也就是 A 股了。像李强到达沃斯论坛，他说中国 GDP 成长在2023年的时候达到5.2%，这个数据是基本上没有人相信的啊。而且中共呢，就是在这个为了把这个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呢，就编造了很多普通人发大财的故事。那像什么一个做小本生意的啊，可能赚了几年赚了什么几十万几百万之类的这样的故事啊，就是在大家一看就觉得这根本就不可信嘛。于是就在网络上呢，就有很多人就留言啊，就是按照中共的那种叙事的方式啊，编造了很多普通人发大财的这种段子。这个是网上的一个图啊，这个图的话呢，就是讲这个中共这个封杀微信的这个数量的问题。其实你会看到，中共大概每天都会封杀上百万的这个微信号，但是一天封掉3000万的账号，这个呢还是非常的让人吃惊啊。那这个很多人呢就编了一些关于中共畅想这个经济光明论的段子啊，其中比如说有人说我在老家种地3亩地赚了3000多万，然后呢说我今年在家做着炒股啊，一年赚了70万。还有说我开实体店呢，今年挣了1.14万亿啊，比去年同比增长了2.2个百分点。完了之后还说什么我摆地摊已经准备上市了之类的。这些段子编出来之后的话呢，都是苦中作乐的哈。还有说这个我已经买了航母啊，准备这个明年挖个海给航母用。这些段子其实本来都是大家抒发一下自己的就是心中的苦闷啊，可能抒发完了之后就完了。但是中共对这个显然也还是不能够容忍。在一个充斥了谎言的时代，真话固然是不能讲啊，但是你顺着对方的宣传思路去讲，也是因为过于荒诞啊，而变成了一种反讽。从这里我们可以预见，2024年将是一个严控网络的年份。现在的这种删帖封号呢，仅仅是一个开始，我相信未来会有公安直接介入抓人。所以你会发现，现在这个公安部也好，国安部也好，就是中共所谓的这些强力机构，包括政法委，几乎在介入中国的每一个领域啊，就包括之前这个国安部说他们要为中国的什么经济发展保驾护航啊，包括这个昨天咱们提到就是蔡奇在省部级的这个关于金融方面的一个学习研讨班上啊，最后做这个讲话的时候，让公安部的部长王小洪和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这个呢就是感觉好像是中共未来就是靠这些强力部门啊，甚至特务部门去来维持中共的那种叙事啊，不管是在国际上这种就是外交方面的这种政策的制定啊，包括在这个国内方面这些关于经济的一些这个评论等等啊，都是要靠公安和国安啊，而不是靠事实啊，就是完全是靠这种强力部门去扭曲这样的叙事。所以呢，现在这个删帖封号只是开始啊，这个公安介入抓人的话是必然。同时的话呢，中共肯定会有软硬两手啊，就除了用这个公安这硬的一手之外呢，也会有软的一手，就是会有大量的网红被中共招安，要让他们随着中共的主旋律啊去畅想这个正能量。今天在网上流传的一个就是视频呢，就是很多人都在传呢，就在推特上，就是网络大 V 李永乐的一段视频。李永乐呢，他是在网上做这个科普的啊，他因为做这个，他自称叫李永乐老师嘛，因为他做这个科普呢，所以就是他收获了很多的粉丝。他现在在YouTube 上的订阅量呢达到了2.12这个 million 啊，就是这个212万个订户。那他的这个其实做的视频并不多啊，才做了600个视频就拿到了200万订户啊，这个确实是成绩这个非常的优秀哈。那么最近的话呢，这个李永乐的流量是明显下降了，你可以看到他的一个视频点击量大概从几万到20几万不等，其实已经跟一个订阅量达到50万的这个中 V 吧啊就已经差不多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李永乐突然之间一个转身，从网红呢变成了北京市的政协委员。他呢自称是他带来了3个提案啊，这个3个提案的话呢，分别就是说，第一个提案哈是说要建立一个分层的制度啊，要经常让这个中共呢这些官员呢跟这个网络大 V 联络啊，要引导大 V 进行学习啊，咱们一会儿再说这个到底意味着什么啊。第二个的话就是帮助大 V 们互相联络啊，帮助他们破圈啊，这个倒没什么，就是让他们互相之间拉抬流量嘛。
那么第三个的话呢，就是这个传播正能量啊，就是这个通过这个帮助大 V 解决一些具体的困难啊，比如说网络侵权呐等等，让大 V 们心情舒畅啊，于是的话就会按照中共的调子起舞了。第二个跟第三个这个提案的话，到底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啊，关键在于第一个提案，就是他所提到的这个分层制度的问题。这个分层制度估计就是让中共对不同级别的大 V 进行不同程度的管理啊，比如说你是千万级大 V 啊，应该如何管理啊，百万级大 V 应该如何管理，定期比如说跟你开会啊，帮你建团队啊，然后这个帮你去审稿子呀什么之类的啊，估计可能会是这样。然后呢，就是甚至要跟你分钱啊，是非常有可能是这种情况啊，对你定期的进行政治跟时事的教育啊，给你一些敏感词啊，或者是说现在发生什么事儿了啊，告诉你不要往某一个方向去谈啊，要向另外一个中共希望的方向引导舆论等等。这个我觉得可能就是李永乐所指的这种分层的制度。也就是说，尽量避免再像李佳琦那样拿出一个6·4型这个坦克型的蛋糕啊，或者是这个厨师王刚做出什么蛋炒饭啊，或者是这个杀大肥猪的事儿。当然，这只是一种我们现在的这种猜测哈，因为到底能不能避免像6·4坦克蛋糕，或者是蛋炒饭呐，或者是杀肥猪啊什么之类的，这个事儿到底能不能真的避免，也确实是一个实际的问题。因为如果这样的话，你就得让李永乐给这些人科普一下啊，比如说李永乐告诉一下李佳琦6·4是怎么回事啊，或者让这个李永乐给王刚讲一下为什么蛋炒饭是敏感词啊，为什么这个大肥猪也是一个敏感词啊，为什么把习近平就是很多人称他为猪头等等。所以实际上呢，有的时候你即使是真的想让这些大 V 避免一些这个踩雷的这个内容，也很难啊，因为这就是咱们陷入那个悖论嘛，就是你一定要这个告诉他一些他不能够允许他知道的事儿啊，你必须得告诉李佳琦，他本来是不能被允许知道6·4的，现在你就得告诉他6·4是怎么回事了。所以这样的事情到底能不能做啊？这个怎么去操作啊？这也确实是一个问题。所以呢，就是中共现在他要招安这些大 V 啊，甚至对他们的稿子进行审查，我觉得都是一个就是大概率的事件，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在这个6·4以后啊，中共是有一个维系政权的思路的啊，这个思路呢，就是让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结盟。所谓政治精英的话，就是指的中共那些掌权的人啊，比如说什么省长、省委书记啊，中央的这些官员呐，各部委的这些高官呢等等，他们是属于政治精英。那么经济精英是干什么呢？经济精英的话呢，是收买这些政治精英的啊，帮助政治精英腐败的啊，帮助政治精英去这个搞权力寻租的。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中共它是需要靠这个一批他的这个死忠粉啊，然后这个来这个维系统治的。那作为政治精英来讲的话，他们维系这个统治到底有什么好处，对吧？这是一个问题。那他如果维系统治，能够获得这个权力寻租的空间啊，能够做很多的生意，让自己和自己的家人发大财，那么他们就把自己的这个荣华富贵和中共这样的一个体制紧紧的绑在了一起。然后政治精英的话呢，也给经济精英提供一些这个做生意的机会啊，利用权力给他们提供一些不正当竞争的这种做生意的机会。这样的话呢，双方是可以互惠互利的。这个呢，就是政治精英跟经济精英的结合啊，包括经济精英把经济搞得好一点啊，这个也能够让人民少一些不满，是吧？这个也能够帮助稳定社会。那么在政治精英跟经济精英之外呢，还有这个铁三角的这个第三方啊，第三方的话呢，就是知识精英。知识精英是干嘛的呢？就是当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互相之间合作腐败，搞权力寻租的时候，知识精英呢要用他们的知识来替中共的这种腐败啊，或者是不合理的政策来辩护，这就是所谓的那个专家学者哈。所以实际上中共他在6·4之后就是搞了这么一个铁三角啊，这个说穿了之后，大家回忆回忆就觉得很是那么回事儿，是吧？中共是掌权的人啊，这帮权力的他们这些这个具体控制权力的人呢，他们会去搞权力寻租啊，去想办法通过他们的白手套商人做生意。那白手套的话呢，也因为这个赚了钱了啊，他们俩结盟啊，这个是很自然的啊。但是旁边的话还有一些敲边鼓的啊，像什么司马南呐、胡锡进呐之类的，是吧？这个什么张维为啊，就是让他们来替这个中共的不合理政策来进行辩护。所以呢，这个铁三角从90年代的时候一直到现在吧，就是都是乱的还比较好。但是现在的问题呢，就是经济精英也不行，他们现在也这个没钱了啊，很多经济精英都爆雷了。
这个政治精英的话呢，他们这个很多东西，这个现在他们的权利的话也受到挑战啊，就因为经济不行了嘛，加上他们的内斗啊，他们的权利的话呢也出现裂痕，而知识精英呢，他们已经没有什么公信力了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就得找一些替代的能够维系这个统治的力量。那么网红的话呢，可能就进入了中共的视线。确实啊，我觉得这个网红现在的影响力，在这个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互联网时代呢，它比传统的媒体还要大得多。传统媒体比如说电视上呢放一个片子啊，大概看的人能够有几千人、几万人的话，就感觉不错了啊。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在刷网络，这根本就不怎么看电视，特别是那些平面印刷媒体啊，那看的人就更少。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网红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取代了传统的媒体啊。这也是其实当时我们为什么这批人受到邀请到台湾去观选呢？就是因为我们在网上讲的一些话能够被更多的人看到、听到嘛，比那个传统媒体还要厉害嘛。所以呢，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中共可能要做的下一步事情哈，就是通过网红去，引导舆论啊，就是帮助这个中共去引导舆论。所以李永乐的建议呢，可以说是正逢其时啊，甚至遭到了中共的痒处。这个如果李永乐能够建议中共广电总局或者是网信办派人对每个大 V 的稿子进行审查的话，可能就更会得到中共的欢心了。但这样的话呢，其实我觉得这些网红的网络生命也就基本结束了啊，因为中共那些官员们他们是不会说人话的啊，他们只会说党的话啊，只会说那些空洞的口号，不具有可操作性的既要又要啊，然后讲一些这个面目可憎的那些中共的党文化的语言。那如果这个网红要讲这些话，那其实这个网红他也就不再是网红了，他的生命也就基本上结束了。就像3年之前哈，我就感觉效果文化，包括脱口秀大会可能走的不会太远。当时大家可能都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新鲜的一个娱乐性的节目哈，感觉因为效果文化这个讲脱口秀，它的这个梗的密度要比相声还要密啊。相声的话，就可能你听半个小时的话，可能有那么3个梗、4个梗让你笑一笑，但是脱口秀大会你基本上5分钟的话，你要是没有每过10秒、20秒就来一个梗的话，那感觉好像就这个人讲的不太成功了。所以呢，这个脱口秀大会其实一下子就引起了公众的喜爱，而且特别受欢迎。但是恰恰是因为这样，就恰恰是因为你具备影响力嘛，那就成为一个被中共审查的对象。那这个你像脱口秀大会去年出了那个 House 那个事情哈，就是什么什么作风优良、敢打胜仗、能打胜仗什么之类的，就他其实就是说他自己那2条狗。但是的话呢，因为正好这几个词被习近平用来形容军队啊，所以后来这个 House 本人就被抓了啊，然后呢这个脱口秀大会也就停办了。本来第6届脱口秀大会应该是在2023年夏天举办的，那到现在都杳无踪影啊，就感觉好像这条路已经走不通了。包括也拖累了效果的那个吐槽大会啊，就是到现在也没有再举办啊，所以感觉就是说，在中国呀，你如果想娱乐啊，那就很有可能踩到雷啊，因为娱乐会嘲笑权威嘛，特别是这种娱乐它这个具有了很大的影响力的时候啊，那中共的话它是一定要介入的。而当中共对你进行介入跟管理的时候，你也就没有办法去讲那些幽默的话了，所以这样的形式也就基本上，在中国就失败了。最后呢，想再说2句关于这个美国大选的事情哈。这个美国大选呢，在1月15号的时候，在爱荷华州的这个爱荷华州举行哈。爱荷华州它这个初选呢跟一般的州不一样啊，一般的州呢它是属于那种像普选票一样，就是大家投票啊，看谁得的票多。爱荷华州呢，它其实不是普选票，它是叫做党团预备会议。这个具体的咱们不讲了啊，反正总而言之呢，在几乎清点完所有的选票之后，川普的得票率是51%，然后德桑蒂斯呢是21%，然后这个 Nikki Haley 呢是19%，排名第4的就是那个 Vivek 啊，这个 Ramaswamy， 他呢得的是7.9%。这个结果其实对德桑蒂斯是一个特别大的打击。因为德桑蒂斯呢，在预选会议之前，为了赢得这个爱荷华州啊，他走访了这个州所有的99个县，而且他获得了这个州的州长这个雷诺兹的，就是 Reynolds 他的支持啊，背书，然后呢，还有得到了著名的福音派领袖的高调的支持，所以德桑蒂斯其实他在爱荷华州走访的这些拜访的这些人呢，包括这个福音教派啊，
这个包括这个共和党州长的支持啊等等，其实呢是一个就是川普的基本盘，所以他在川普的基本盘里面下了这么大的力气，最后只得到了21%的选票啊，对他来说的话就是一个很大的失败。川普的这个在爱荷华州的这个初选呢，他赢得胜利哈，也并不令人意外，但是呢，他并不能说明特别多的问题，因为爱荷华州呢是我说不能说明特别说明问题的话，是因为过去哈，并不是说你在爱荷华州赢得初选就一定能够赢得总统的提名，啊、因为这个爱荷华州呢90%是白人啊，它是以保守派为主，所以它呢这个人口构成的话呢，不能够完全代表美国的人民，这个它的人口构成。那但是呢，就说这种选情的话，会让德桑蒂斯是知难而退了，因为如果他不能够在这里边胜选的话，那在其他别的州就更没有机会了。现在呢，这个德桑蒂斯呢不仅宣布退选，而且呢就是宣布支持川普啊，这也是一个最新的发展哈，就是这个让很多人可能非常意外的事情，因为川普对德桑蒂斯那是没讲过什么好话的啊，就是一直是在攻击他，就是那现在德桑蒂斯呢就已经开始支持川普了。那川普呢，他的说法是这个 very honored 啊，就是他得到德桑蒂斯的背书呢，他觉得非常的荣幸。现在呢，这个 Vivek 哈，这个他也退选，所以现在实际上共和党里边基本上就是2个人在角逐啊，一个是川普，还有一个是 Nikki Haley。Nikki Haley 的话，他能不能够赢得这个总统提名呢？这个希望其实相当的渺茫。川普在爱荷华州的胜利哈，就是其实是有一些人对他来说还是相对来说的话还是没有太支持，因为川普只拿到51%的选票嘛。没有支持他的是什么人呢？就是受过高等教育的选民啊，还有就是住在郊区的人。所谓住在郊区的人，就是指那些收入比较高的人呢。因为美国在60年代民权运动之后，这个很多白人他们后来就原来他们是住在这个都会区啊，住在这个城市里边的。那后来等到这个民权运动之后呢，他们基本上来说就把城市就让给了黑人啊，然后他们就到这个郊外去住了。所以你会发现现在比如说华盛顿 DC 也好，纽约也好啊，包括这个芝加哥也好，就很多黑人他们都是住在城里啊，然后呢有钱的人住在郊外啊，住在郊区。那在郊区的这部分人啊，就是有钱的人啊，和这个受过高等教育的选民中呢，川普的支持率呢相对来说是弱一些。Nikki Haley 呢，他也可能想利用这个作为一个他未来在初选中战胜川普的一条道路啊，能不能行的话，咱们只能往后看。但是我感觉就是 Nikki Haley 赢得共和党提名的这个希望呢，还是相当的渺茫。所以最后呢，这个2024年今年的美国大选很可能还是川普再一次对决拜登，让川普报2020年的一箭之仇。现在这个左派哈，其实从2020年大选之后呢，一直是指责川普，就觉得他不翻篇嘛，就他一直说2020年这个大选是被偷走的。但其实民主党自己也不翻篇啊，他们对川普进行各种各样的政治迫害。这种政治迫害呢，就是其实不但没有伤害到川普的支持率，反而拉抬了川普的支持率啊，就是让川普有很多获得了很多同情分啊，拿到了很多同情票。同时的话呢，其实我觉得左派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在2020年的时候拿到了白宫啊，拿到了参议院的多数和拿到了众议院的多数，在这么一个情况下，他们就搞了很多非常疯狂的那些政策，特别是在变性方面啊，这个就是在这个小孩的这个教育这个教材这方面等等，他们做了很多非常糟糕的事情。这种疯狂的东西，连一般具备常识的人他们都受不了啊，所以很多过去民主党的选民现在也在慢慢的往共和党这方向转啊，包括很多中间选民也在往共和党方向转。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社会哈，就是这个福祸相倚。福祸相倚呢，就是你觉得这个事儿哈是一个好事儿啊，比如说这个对于民主党来说拿到了2020年的总统这个选举的胜利啊，然后呢拿到了这个参众两院。但是呢，就是他拿到了这个之后，他们就开始推广自己的议程，让美国的人非常的反感。而美国人其实只有当真正感到疼痛的时候啊，真正感到痛苦的时候，他们才会意识到左派的议程到底意味着什么。所以这个时候的话，他们才会转向啊。所以有的时候，这个人如果就像小孩学步一样，就是学走路一样，如果你不摔一次跤的话，那
好像你就不会学走路。我觉得呢，就是说，很多人对这种左派的这种泛滥呢，这种意识形态的泛滥呢，就是非常的担忧哈，就担心可能美国会因为这个就彻底的衰落。但是我想说，像美国这样一个大国啊，就是它的衰落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啊。它不像这个习近平啊，习近平他想把那个中共搞死，他确实是出台那些非常疯狂的政策，很快就把这个中共就经济搞得一塌糊涂，是吧？但是因为美国它并不是一个独裁体制啊，所以再加上美国的选民他们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所以实际上当局在做一些事儿的时候，它底下是有很多制约的力量的啊，是有很多反抗的力量的。所以在这个民主党得意洋洋的时候呢，可能恰恰埋下了他们2024年输掉选举的这个因素啊，或者是种子。所以这个呢，就是我想说的哈，就是这个关于2024年大选的一点点预计哈。我觉得，如果是川普对决拜登的话，在黑人中啊，在这个就是 Hispanic 啊，这个西语裔就讲西班牙语的这个选民中啊，在黑人中，甚至在过去的这个温和选民，包括就是民主党的一些选民，他们可能都会有很多人转向去投给共和党啊，就是有可能会让川普在2024年中真的能够重新赢得大选啊，这个进入白宫。好了，那么咱们今天呢，关于这个新闻，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哈。最后感谢一下新泽西的徐女士给我的非盈利机构天亮联盟的捐款啊，还有一位大陆的不知名的朋友啊，这个托人带给我的这个捐款。那么接下来的时间的话呢，咱们就按照惯例开始进入互动环节了哈，咱们就聊一聊这个大家的一些问题啊。这个咱们现在就开始啊，第一个问题。第一次听说中国会有私人雇佣军的事儿，而且是这么庞大的数目，遍布很多国家。美国情报机构对此有策略吗？这个说的实际上是昨天咱们讲的一个新闻哈，这个是这个美国的一个智库叫詹姆斯顿基金会啊 ，Jamestown Foundation，他们做的一个报告啊，这个报告里边讲到中共在190多个国家，好像是有这个160万。雇佣了什么？就是雇佣了160万中国人，还是怎么样？说这些人呢，很多都是帮助中共去维系海外的这种经济利益的啊，甚至他们可能会去干扰这个驻在国的政治，可能是政府啊、选举啊什么之类，他们都会干涉。这个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在非洲、在南美那些地方是没有法治的嘛，在没有法治的地方，谁的拳头硬谁就可以为所欲为。所以你比如说在安哥拉去挖这个钻石啊，或者比如说到哪儿就非洲的哪一个国家去开采黄金，那一旦开采完了之后，如果你没有军队保护，没有这样的这个安保抑制队伍的话呢，那么就你挖出来的财富等于被别人就会抢走嘛。所以其实在这些地方呢，这个你又不能派军队过去，怎么办呢？就中共就成立了一些这个所谓的私人的这种武装公司啊，这些武装公司他们的目的就是在当地去保护中共的这种经济利益。但是实际上现在的问题是，他们在从经济这个领域的话，慢慢的渗透到政治啊，就是可能利用这样的这个实力呢，去左右当地的政治。这个东西呢，就像那个非洲的这个瓦格纳一样，就是这个普里戈金，就是普京不是让他的原来的大厨普里戈金，建了一个私人武装嘛，就叫瓦格纳嘛。这瓦格纳其实他就是在非洲干这个事儿啊，当然他在中东啊，在南美也干这样的事情。那么现在的问题是这样，就是说美国的情报机构对这个是不是有策略？我觉得美国情报机构是明显知道这件事儿的啊，因为这个詹姆斯顿基金会就是美国自己的一个智库啊，那这样的情报它一定会跟这个美国中情局啊，或者是美国的这个相关的这个部委啊去沟通，他们到底有什么对策？这个咱们就不知道了哈，因为我相信美国这边他是不会坐视中共在其他别的国家这样去扩张他的势力。在一些自由社会呢，我觉得这个美国它是有方法的啊，就是通过立法的方式啊，或者比如说把相关的这样的信息告诉给他们的盟友，他们就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就像中共在海外派驻了很多的警察局，那在美国的话呢，那美国人可以自己把它端掉，是吧？那在这个其他别的国家呢，那美国会跟英国讲啊，比如说这个中共在你这儿有警察局啊，或者跟西班牙、跟意大利讲啊，中共在你这儿有警察局，他们也会跟进。所以其实美国的情报机构在自由社会里面，他们是有很大
发挥空间的啊，他们也能够做很多的事儿。但是对于像非洲在南美这种地方，那我觉得美国的情报机构也很难具体的做什么。那些地方本来就没有法治啊，中共军队本来就在那儿为所欲为，所以我觉得美国也是束手无策的哈，基本上我觉得是这样。但那些国家其实他们也不是那么重要啊，因为那些国家他们相对来说在这个经济实力上啊，在这个技术上，那都是跟自由社会是没法比的，它也很难真的对美国造成威胁。OK，第二个问题，想问一个张教授个人的问题，看了张教授在小军 Plus 的节目得知，张教授16岁就开始就读于北京邮电大学，你是想问我个人的情况是吧？为什么是16岁到被北邮破格录取？其实我上学的时候特别早，我上学的时候是1978年，当时只有5岁，因为那个时候，我有一个姐姐啊，然后她上学了，然后那时候父母都是双职工上班嘛，家里边就没有人看着我，所以就让我上学了。我其实小的时候很小，就大概可能刚刚开始学会说话的时候，就会父母就会教我认字啊，这个做这个算术啊什么之类的。所以我上小学的时候，我虽然那时候上小学1年级，当时我们上学的是考试的，我记得是要求每个人要写100个字，就是你那时候就已经要会写100个字了。那我会写的那字那时候不止100个，1000个可能都有了。然后那时候我就是加减乘除什么都没问题了，我连这个就是2位数乘2位数的乘法都会做了。所以那时候老师就开始他觉得我太小，怕学不会嘛，怕管不住嘛。但是我还是特别老实，所以那个加上学习成绩也挺好，所以就在学校里边我一直是属于那个年龄最小的。然后等到我小学毕业的时候呢，当时是小学5年制改6年制啊，就是考上初中的就上初中了，那没考上的话就再读1年，就变成小学变成6年啊。所以那个后来我就当时小学只读了5年，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小学5年，初中3年，高中3年，就11年嘛，加上我5岁上学，所以上大学的时候就正好是16岁啊，没有什么破格录取的事哈，我就是正常高考，也不是少年班，就正常高考啊，就上北邮了。那时候北邮还是一个录取分数很高，现在我不太清楚。那时候北邮，我们那一年考试89年考试的时候，北邮的录取分数线比北大还要高3分。当时可能也还有一个原因，就是64之后北大那个他当时要改成5年制嘛，就是还要军训1年啊，所以后来就北大的那个录取分数就没有那么高。那时候北邮在全国的录取分数线大概能排到前10吧。应该是能够排到前10，清华肯定是最高的，然后我记得那年是590分，然后是复旦587分，剩下的我不太记得了，北医好像更高一点啊，反正就是北邮当时那个录取分数线是相当高的。OK，这是私人问题了，跟咱们这个也没啥太大关系，跟咱们讲的这时事。再往下，张老师你好，中共利用抖音、小红书来对台湾进行认知战，请问有什么方式反制抖音、小红书的认知战啊？如果直接上去抖音、小红书针对假讯息发布澄清影片，这种方式有用吗？其实我觉得哈，这个抖音、小红书啊，对台湾的认知战，你如果说有什么根本的反制方式的话，就是说你发布一些澄清影片。确实有用啊，但是呢，这个用处不是特别的大。我曾经讲过哈，我曾经在这个Twitter 上做过一次，就是社会实验嘛，相当于就是我自己编了一个瞎话嘛，就是讲了一通这个关于李克强如何被毒死，完全是我编的嘛。那个东西就传播非常广啊，然后这个大概有100多万的浏览，然后呢，我在底下贴了一个澄清的那个帖子，那个帖大概只有3万多的浏览量，就大概加在一块是30:1的那个比例吧。就是很多假信息你是没办法的，在网上泛滥是没有办法的。这个时候我觉得只能靠读者自己的判断力了。就是你拿那样的东西骗我，你是骗不了的。但是很多人会受骗，是因为他们没有一套系统的思考问题的方式。就比如说你怎么去查证一个东西是真的是假的啊？你的 primary source 到底是什么？你这第一手原始资料是什么？然后呢，你的这个中间的这个逻辑是不是合理啊？是不是符合一些政治常识等等？这些东西我觉得一般人可能都就不太注意啊，就是看到一个东西他就觉得这是真的，但是我觉得可能上当上多了之后，有些人他可能也会慢慢醒过味儿来吧。说到这儿，其实我想说一下这个关于抖音跟小红书这个东西哈，它对人的这种带来的伤害其实真的特别大。我在小军 Plus 那个
这个 YouTube 频道里面提到过这个问题。抖音其实对人的伤害，除了散布这种假信息之外，还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它降低了人们思考的能力，它真的会把你变成脑残。我跟大家讲哈，比如说你刷抖音哈，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哈，比如说你看到一个视频特别过瘾，然后你开始去看下一个视频是吧？刷过2、3个视频之后，回过头来问你，你今天看到了哪个视频？你2、3个之前的那个视频，就是30秒或者1分钟之前你看到那个视频是什么内容？你可能就不记得了，是吧？你根本就不记得当时看到的东西是什么，你只是觉得特别过瘾。这个就跟毒品是一样，就是过去在这个 social media 出现以前，在互联网时代出现以前的话，这人是读书的，人在读书的过程中，其实是对自己大脑思考能力的一个训练的过程。你会通过这个文字的阅读，去在脑袋中，在你的头脑中去构建，比如说，咱们假如说是你看一个武侠小说，或者看《西游记》、看《红楼梦》，或者看一些这个古代的这些小说，你会在脑子里边构建那个人物的形象，然后呢，你会在脑子里边去思考这个人物的性格，然后就是你在这个脑子里边，甚至可能会构建当时的场景啊，比如说是在一个花园里边啊，那是什么样的？在宫殿里边那是什么样的？就你会构建这样的东西。这个过程其实都是一个锻炼人思考能力的过程啊，锻炼人一个具象思维的过程。但是呢，你在看抖音的时候的话呢，它等于是让你完全不需要思考，你就可以这么往下就跟着就做了。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现在在做一些事儿的时候的话，是在 YouTube 上去查。现在其实我也慢慢习惯于这样。比如说我想刷墙啊，我怎么刷墙才能够刷的最好？过去你可能会拿一本书啊，那书上可能有一些图片哈，但是主要都是文字啊。完了之后的话，你看那个教你怎么刷墙。现在你就是打开 YouTube 啊，看 YouTube 上那个人怎么刷，你就怎么刷就完了，是吧？所以现在很多人他因为这个做这种 DIY 的时候，就是自己做一些工程的时候，他就就是去找这个视频啊，而不是再去阅读文字。所以现在可能很多人他也不去阅读这个 menu 啊，就是这个操作手册啊，他都是去看视频啊，然后呢去学怎么操作。所以慢慢人对于文字的感觉越来越糟糕啊，对于这个视频呢，或者是图像啊之类的这种感知的话呢，因为它特别直观嘛，但这个过程其实会降低人思考的能力。再一个的话，就是长期看社交媒体呢，它会降低人注意力集中的时间。过去比如说你一个人他可以心无旁骛的，比如说有15秒或者30秒的时间，能够去认认真真的读一个东西，想一个东西，他不会去思考别的。现在的人的这种注意力集中的时间变得越来越短啊，这就是抖音和小红书造成的。就是你看它，你就可能过去你看30秒能够集中精力，现在可能大概只有8秒、9秒啊能够集中精力。当你集中精力的时间越短的时候，其实你这个思考能力就会变得越差。越难以去集中的去学习和深入的思考一些这个有深度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是抖音跟小红书给我们带来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啊，就除了认知作战之外的话，它降低了人的判断力。那其实这个抖音跟小红书，他们有很多那种算法，它都是为了我举个例子哈，比如说这个小红书哈，我自己是不看，我也没装这东西，我就看网上就有人讲这个小红书的这个事情，我觉得非常符合这种社会心理。小红书呢，它是想方设法的给你制造焦虑啊，比如说你本来是一个普通人嘛，就一般来说，大家 average 来讲，就是大家都是普通人，住着普通的房子，吃着普通的食物，然后呢，这个做着这个普通的事情。但是在小红书上的话，你看到的都是那些什么豪宅呀，什么名车呀，名酒啊，大家在一块 happy 啊，开大 party 啊，甚至可能美女啊什么之类的，你会觉得，自己的生活非常失败，你觉得他们怎么就这个过得这么精彩是吧？我们怎么就过得这么悲催是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可能就会产生一种焦虑。然后呢，这个你会看到很多网红啊，他就炫他们的生活啊，你可能就会觉得哦，如果我要是当网红的话，我也可以去这样去，过上这样的生活。于是的话，很多人就开始想办法去创造内容。然后呢，这个小红书呢，在你刚刚成为这个初创者的时候，小红书有意的扶持这些初始的创作者啊，就带给你一些流量啊、点赞呐、有人回复啊、关注啊什么之类的啊，你马上就觉得自己不是一般人了。
然后呢你就觉得哎呀这个当网红好爽啊是吧？然后的话你可能会去想创造更多的内容。当你的流量涨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小红书就开始有意的压你的流量，让你产生焦虑嘛，对吧？你就会觉得哎呀我为什么我这么失败啊？我这个东西到底什么地方还需要改进呢？等等。所以很多人在小红书上，大家可以去自己问一问自己的内心是吧？就是你刷小红书的时候，会不会有这样的焦虑感啊？这个会不会觉得自己的人生好像还有很多可以改进的地方呢？还有很多可以追逐的东西啊，什么名标这个名包啊，什么名表啊，什么之类的。你越看可能就越想拥有这些什么名包啊、名表啊之类的东西，就人就变得越来越物质化。得不到的时候就会有焦虑感。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种抖音也好，或者小红书也好，就它认知作战是一方面，那另外一方面，它对人类整个社会的这个人文方面的这种就是干扰或者是伤害也是非常大。就是它不让你去关注那些在精神领域上有价值的东西啊，不管是这个一种智慧也好，一种思想也好，啊，或者是比如说是这个一个知识点也好，他呢想方设法让你去沉迷于那种就是爽文啊，然后呢让你看一些这个让你觉得很爽的那个视频等等，完全不增加你的知识思考能力啊，也不增加你的这种不培养你这种道德品性吧。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个东西对社会的伤害真的是特别大哈，但是怎么去改变它，我觉得真的也没什么办法啊，无能为力。这时候我觉得每一个人的自律就变得非常的重要啊。就像刚才这位朋友问说这个反制这种小红书这种抖音上的认知战，发布一些澄清的影片会不会有帮助？这个确实会有帮助哈，但是我觉得这只是一个治标不治本的方法。真正治本的方法其实得从教育抓起啊，就是让孩子从小就能够培养具有这样的慎思明辨的能力啊，这个有自己的这种道德底线。那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他受到这个抖音跟小红书的影响才会真正的解决。OK，咱们再往下哈，下一个朋友的提问啊，下一个朋友说，您提出的台湾必须采用3个政策反制大陆的那集，我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希望您可以考虑更加立竿见影的对等政策，并借这次赴台可以见到有影响力的人士的机会。这是以前的留言是吧？向台湾立法机关建议，所谓对等就是你不让台湾国旗、媒体、政党在大陆出现，那么台湾就应对等禁止5星旗、陆媒和中共政党在台湾出现。这样可以立即制止中共渗透行为的建议，请问张教授的意见？这些建议其实我们也在这次去台湾观选的时候也会跟相关的人提啊，就是类似于这样的对等的说法。我记得我是提过，但是我不记得场合了，就肯定是提过这种想法。但实际上中共的渗透行为它不是都摆在表面上的啊，就是比如说打出5星旗啊，或者是说比如说中共的什么对外联络部的部长出来这个到台湾去了，它不是这样的。中共的这种渗透呢，它其实是通过做生意啊，这个比如说这个台商在中国大陆做生意，中共给你很多好处，让你赚了比如说30亿新台币啊，比如说哈，然后中共就说你看你在我这赚了30亿哈，这是我给你的机会，你能不能够拿出3个亿来，然后到台湾去给我收购一个媒体，你能不能拿出这3个亿来去这个帮助我的中意的那个候选人去选举啊？这个你能不能拿出3个亿来去帮我干什么事儿啊？去，比如说渗透某一个军队的军官啊，去策反他等等。这个东西它是不在表面上啊，不在表面上的话，你也很难对等嘛，对吧？台湾政府不可能说这个中国大陆的人到台湾做生意赚了大钱，然后说那你能不能到中国大陆去给我收买一个媒体？不可能的是吧？你就是那个人真想干的话，他也不可能。中国大陆的媒体都是共产党所有嘛，对吧？你不可能通过这个媒体去讲这个台湾的好话，都是被审查过的啊。所以这个事儿呢，就是对等的原则的话呢，理论上来说的话是对的啊，也是就是比较有效的，没有问题的。但是实际操作的话，不是那么简单啊。这个中共渗透的话，那是很复杂的一件事情。OK， 下面一位朋友问：张教授好，美国总统选举从1992年开始就没有赢者大赢的情况出现了，反而出现了固定的红州、蓝州、摇摆州。1992年之前的总统选举经常会出现动算的总统只输掉1-2个州，其他州都拿下的情况。为什么这种情况从1992年开始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是因为拉美人和亚洲人规划入籍人数越来越多的原因吗？我觉得
那个之前是那样的，我没有太注意哈，我只知道里根在1984年选举的时候是大赢啊，其他别的那个是不是大赢就没有太注意了。也不是拉美人和亚洲人规划入籍越来越多，我觉得，实际上就是，您说的这种情况是不是真的是这样的？我没有调查过哈，因为我想象中呢，这种就是因为共和民主两党轮流坐庄嘛，轮流坐庄的话，就说明两党各有各的选民。那如果这样的话，就是说某一个党大赢了所有的州什么什么之类的，我觉得这种情况可能相对来说，出现的可能性不大哈。最关键的哈，我觉得不是拉美人和亚洲人规划入籍，而是美国自己有一些州，他们非常左，像加州哈，在这个里根当总统的时候呢，这个加州还是甚至是比较红的一个州，里根原来就是加州的州长嘛，但是这个现在加州已经不可能再出一个共和党的州长了，施瓦辛格应该是最后一个共和党的州长了。而且加州的话呢，我觉得这个未来，就可能就这么一直蓝下去了，一直蓝到它烂的不行了为止。那纽约州也是一样啊，像这个新英格兰地区那些州啊，什么马萨诸塞啊，什么康涅狄格呀，就这些州，现在基本上来说都已经没有办法再翻红了。为什么呢？这些地方它都是一个教育比较发达的地方，就是我们知道新英格兰地区有很多藤校嘛，这都是属于那种非常老牌的州，这个它所以呢很多学校最开始都是建在这些州里，而学校呢是一个左派给选民洗脑的那个地方啊，就是这个孩子上学之后的话，在这个大学里边上学，他就给你灌输那个左派的意识形态，所以我觉得那些你像加州这个很多那种非常好的学校，就是这个加州大学是伯克利分校啊，像什么洛杉矶分校啊，那圣地亚哥呀、圣地亚哥分校、尔湾分校什么之类的，那就这些地方它都是给人洗脑的。所以你到了这个大学上学的时候，很快就会被洗成那个左派的那种意识形态。呃，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州他们已经很难再翻红的原因。跟这个拉美人跟亚洲人规划入籍可能关系不是特别大，因为实际上一方面亚裔人口很少，另外一方面拉美人的话，其实在德州也很多啊，但是德州还一直保持着那个红州嘛，啊，它不是蓝州嘛，所以我觉得可能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哈。大家其实不一定完全听我讲啊，因为有些大家有什么高见的话，大家可以在底下留言啊，就是大家对这个问题有什么高见的话，咱们可以一块来讨论一下哈。OK，下一个问题。你好，张教授，中国在实现民主后，是否应该全面禁止任何社会主义及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包括文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将此作为中国基本的政治伦理，就像德国禁止宣传法西斯主义一样？我觉得这个事儿呢，就得看中国老百姓自己了。如果真的是这个中共垮了哈，这个如果它是一个天意的话，我觉得中共垮台是一个无可避免的一个事件哈。我觉得这个事情倒并不是完全因为中共很邪恶，我觉得中共垮台会是天意。那么在这个之后的话呢，就是中国就有可能会走上一条恢复传统的道路。这个其实在东欧垮台以后啊，东欧的这个社会主义阵营垮台之后呢，有一些国家，他们对于社会主义的反思算是比较彻底的，就是或者说他们对党文化的抛弃是比较彻底的。最典型的国家就是捷克，因为捷克从一开始他的这个对共产党的反思就是从知识分子开始的，就是从意识形态开始的。所以大家知道那个布拉格之春是吧？他就是一群知识分子做的事儿嘛，然后再加上这个后来当选的这个捷克总统哈维尔，他呢也是一个知识分子，又是一个剧作家，思想非常深刻，他对于共产党的这套意识形态有着非常深刻的认识啊，所以捷克在清掉共产党的那个党文化的这个问题上就做得比较好。那在这个波兰也是一样，但是呢，如果也要在一些其他别的那些比如说是由于经济原因导致的这个共产党垮台，而不是意识形态反思造成的共产党垮台。在这些国家呢，就是对于这个党文化的反思，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反思呢，就相对来说弱一些。所以像东欧一些国家，像保加利亚、像罗马尼亚这些国家，其实包括俄罗斯哈，就是它的这个共产党那个文化，共产党的那种思维方式，还是保存了很多。
这就是为什么大家知道普京他想什么恢复当年什么俄罗斯帝国的荣光，会有人响应啊，包括这个俄罗斯的共产党还是一个一股比较大的政治势力啊，就这个原因，就是他在民主化的这个过程中，它的原因不是意识形态的原因，而是经济原因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它确实是对这个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反思会比较弱一些，捷克会比较好。所以我觉得，就中国人将来如果真的推翻了共产党哈，解体了共产党，你要看一看它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啊？如果它的原因是因为大家经济上受不了造反了，那这个其实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啊。如果大家是觉得真正从内心认识到共产党的邪恶，那么这样的话，等到共产党解体之后，我觉得才有可能出现这位朋友建议的哈，就是说这个全面禁止社会主义和这个文化马克思主义。很多人其实嘲笑法轮功啊，就是因为有一件事儿啊，就是法轮功劝人退党嘛，就是我们叫三退运动。其实不光是退党啊，还包括退团和退队。这个过程其实就是一个从意识形态领域清除共产党的过程。大家不要小看这个事情哈，就是现在我们从这个政治的角度来看，常人这个政治角度来看，这个过程其实是帮助未来的中国能够和平转型的过程，能够这个抛弃共产党和党文化的过程，也抛弃文化马克思主义的过程。我们有3本书哈，就是这个4本书哈，就是一个是《九评共产党》，还有一个是《漫谈党文化》，不是漫谈党文化，解体党文化。然后呢，还有就是一本叫做《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还有一本是《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那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和魔鬼在统治我们世界，这个是讲文化马克思主义讲的比较多。然后九评共产党和漫谈党文化讲的是这个共产党意识形态和它的党文化讲的比较多。这4本书，我觉得在中国大陆如果能够广泛流传的话，未来如果真的能够广泛流传的话，会极大程度的遏制马克思主义和文化，就是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或者说列宁主义吧，和这个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啊。所以我觉得，真正对中国的未来有这种思考啊，或者是说对中国的未来想做一点事情、负一点责任的话，我觉得我刚才说的这4本书是一定要看的啊。看了之后，我觉得，再把它传播给更多的人吧，就是让更多人退出共产党啊，退出这个共青团和少先队，这就是能够帮助中国未来和平转型的一个非常好的，做的非常好的一件事儿啊，或者说是让中国和平转型的一个很大的契机了。OK，再往下，这位朋友问：中华民国统一中国，张教授认为可能吗？如果可能，应该怎样努力促成这一目标的实现？这个事儿，其实我这次到台湾真的是越来越不太抱什么希望了啊。这个台湾呢，国民党现在对他来说最关键的是选举，他怎么能够赢得选举？对他们来说，反攻大陆早就变成了一个历史的这个是一个历史事件了啊，就是他们已经不再把反攻大陆作为他们的执政纲领。虽然中华民国宪法中还有就是领土包含这个中国大陆啊，或者是就是其他别的吧，类似于这样的这个 information 哈，这个信息在里面。但是对于国民党来说呢，它其实是以赢得选举执政为第一要务，所以你就会慢慢明白说为什么他们会投靠共产党，因为他们在丢失了政权以后啊，就民进党胜选之后，对他们来说，如何能够拿到权力，拿回权力，是一个他们非常在意的事情。由于他们过于恨民进党啊，所以他们就觉得，如果我要是拥抱共产党啊，能够给我带来资源，能够让我赢得选举的话，他也不反对去拥抱共产党啊。当然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但是他们现在有一些人是这样想，像马英九，我觉得就是非常典型，就是这样想。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如果国民党真的想赢得这个选举的话呢，他必须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本土化，就是要赢得本土的人的支持。因为如果没有本土人支持的话，你去选举那肯定是，就是会失败嘛，因为你没有那么多人支持你嘛。所以这一次国民党大家看到推出的一个候选人侯友宜呢，就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台湾人，他根本就不是大陆过去的那个，或者是大陆过去的2代，根本就不是，他就是一个台湾人。所以其实国民党现在他需要做一个本土化的问题。那民进党的话呢，它是有一个从过去台湾独立于中华民国变成一个对中华民国的国家认同啊这个问题，双方都要往这个问题上靠。
再往这个问题上靠的时候呢，我觉得他们这个时候在就是这个 level the ground 啊，就等于是在这个方面他们俩已经拉平了。那剩下的话就是看谁的组织动员能力强啊，看谁能够把经济搞得好啊。那剩下就是这个问题的竞争了。但是现在问题是国民党他自己的根基没打好，就是他在这个对待中共的问题上，他手鼠两端啊。他一方面说，像侯友谊他也讲啊，他说我们要什么坚持中华民国的国号啊，什么要这个维持两岸现在的关系啊等等。但另外一方面的话，你看国民党里面那些人啊，马英九也好，朱立伦也好，他们感觉好像又很亲共，所以我觉得是这个问题造成了国民党的失败。国民党如果真要成功的话，我觉得他也得就是着力本土化，然后呢要远离中共，我觉得这是国民党必须要做的一件事儿。而这样做的话，他其实就没有再想有什么统一中国的问题了。而且中华民国统一中国的话，它也不现实啊，你怎么统一啊，对吧？你自己主动发动战争跟他打，你去跟他喊话，这都没有什么用啊。我觉得，所以我觉得中华民国统一中国，如果你真的想中华民国统一中国的话，那就不是台湾人的问题，就是大陆人的问题了。除非大陆的人自己认同中华民国，然后大陆人推翻共产党之后，自己建立一个中华民国啊，恢复中华民国国号，然后的话再跟台湾谈统一，这样的话才有可能就是完成中华民国统一中国啊。靠台湾的话是不可能的了，我认为是不可能的哈。OK，这个下面一个问题，天亮说请教一个问题：中共很邪恶，中国人民在中共的洗脑下，道德品质以及三观已经发生严重偏向，这样怎么才能做到中国和中共分开呢？这个我跟您讲一个最简单的方法，你就去阅读一下《九评共产党》吧，啊，自然就把中国跟中共分开了。现在关键的问题其实还不光是大陆，就是在海外这些政府啊，这些像包括台湾，怎么才能够把中国和中共分开？我觉得这是一个大问题，这就得需要在海外的人不懈的去讲。其实我们讲了得有快20年了吧，就是2004年当时发九评共产党的时候，我们就在讲要把中国和中共分开。但是呢，有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像一种天时啊，就天时不到，你费了很大的劲，就有点事倍功半。但等到天时到了的时候呢，你再做就很容易。现在其实我觉得国际社会已经从2020年开始，这个蓬佩奥就当时是这个川普国务卿的时候啊，就已经提出这个要把中共跟中国分开这个事儿。这事情现在已经慢慢就被大家接受了啊。所以我觉得海外这些有影响力的人啊，做自媒体的也好，特别是做英文自媒体的，做其他别的国家语种的自媒体的，要多说这个事儿，然后把中共跟中国分开啊。慢慢大家习惯老听到之后，哎，他有一天他可能突然之间像顿悟一样啊，他就会接受这样的一种建议了。下面一位朋友问，关注张教授3年了，我这里困扰了多年的一个问题，请教张教授如何培养孩子各方面学习能力，请您在节目开播简短给我点建议，谢谢。这个对孩子的这个各方面这个学习能力的培养，其实我也没有经验啊。这个，我觉得对于一个孩子来说，语文和数学是最关键的，在我来看是最关键的。就是语文的话是培养他语言理解能力和表达能力，数学是培养他逻辑思维的能力。这两个东西只要好，其他学别的东西非常简单啊，就是没有什么你觉得在学不会的了。当然，这个语言能力的话，如果你要是这个孩子是在中国长大的，那就要把中文学好；在英国长大，要把就在美国长大，海外长大，把英文学好。中国的孩子也要学一点英文，我觉得这样就是未来在国际社会上交流的话会好一些。英文几乎是一种国际上的普通话吧，就是通用语言吧，就稍微受一些良好教育的人，他们基本上来说都可以讲英文啊。这样就很多的这个科技文献它也是用英文写的，所以我觉得语文和数学这方面一定要培养。小孩呢，这个小的时候啊，他是记忆力好，他的分析能力不行。大了之后呢，等到青春期之后，记忆力没有那么好了，的分析能力会好。所以趁着孩子小的时候，学这个语文呢，这个一定要让他多背啊，背一些名篇。然后呢，这个数学的话，我觉得就多做一些题什么之类的，特别是口算、心算这种能力，我觉得都是应该培养的。只要这方面好了之后，那学科学就没有问题。当然，科学和艺术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哈，就是这个艺术啊，这种能力啊，美学啊这种东西，它的培养的话，我觉得那就是看家长自己怎么想啊，包括孩子自己的兴趣，他是愿意学音乐呢，还是愿意学跳舞呢，还是愿意学画画呢？
还是愿意去练柔道呢，什么之类，这都是孩子自己的选择了。就科学方面的学习来说的话，我觉得语文和数学一定要重视起来啊，这是特别特别关键的。我也只能这样跟您说了。当然，培养一个孩子，我觉得，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一定让孩子从小教他做一个好人啊，我觉得这是最关键，他比任何的能力都更加的重要。咱们也聊了1个钟头了哈，那咱今天就聊到这儿吧。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啊，咱们就下次节目再见吧啊！如果您觉得我们内容不错呢，就麻烦您点赞订阅，而且传播给更多的朋友。千古文明汇成巨著，百家大义娓娓道来。净泉会员网隆重推出张天亮教授的2部大型讲史系列《中华文明史》和《秦汉史》，以引人入胜的故事解说中华文明中的深战智慧，以信仰的高度和全球化的视角，帮您把握历史的脉络，前瞻未来的风云。今天就登录 purespring.tv， purespring.tv。